首先啊，把这个藤黄和花青搅拌搅拌，比例是2:1啊，2倍的藤黄和2倍和2:1啊，藤黄为2，花青为1，调成这种绿色，这种有点像果浆一样的绿色，叫果浆绿啊，对吧？这样给它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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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成这种类似于果浆一样的绿色。对，晚上好。一定要调匀呢。梦幻粉。好，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绿色就调好了啊。哎，晚上好。这样调出来是一个绿色的，看见了没有？淡绿色啊，淡绿色，果酱绿。然后呢，有，然后我们开始调底色啊。是的，然后调底色。谢谢。调底色，底色呢是这个。
平138乘34.5啊，34.5是的。然后你看，我们在这里画一块什么呀？画一块石头，画一块石头啊！为了节约我们的空间，晚上好。这里一个脖子啊，身体，头往这边看，加出一只什么呀？孔雀。尾羽比较少，少量尾羽啊，一根两根的啊，一根两根就够了，少量尾羽啊。这边呢出点什么呀？比较碎的啊，小花花。好的，谢谢小花花。这一边你看，包菜主花头，主花头在这边，然后你看枝干怎么走啊？好，腐花头，理解了吗？主花头在这个地方，腐花头啊，在这个左右两侧就可以了，理解了吗？然后我们来，首先第一步，先确定画我们的主花头啊，我把它一分为1、2、3，1、2、3、4。我把它一分为4，那大家请看，我们的花头画哪里？花头基本上主花头基本在3和4横线这个位置，对不对？那么主花头确定了，确定完了之后，把中间再分一道，对不对？那么你看，主花头在中间线的靠右边的3和4之间，理解了没有？那是不是位置就找到了？对，听懂了吗？是不是这个位置马上就能找到，非常准确啊？那么主花头大小是多少？大小为20厘米。大小20厘米，那就很好找了，是不是？位置一下就找对了，因为我们这个长短一共34.5嘛，你减掉两边不就好了吗？20厘米就有，你两个尺子去量嘛，一共有34.5，这就20厘米了，你这两边还有多少？对吧？还剩15，你一减就出来了，还剩14，你一减就出来了，是不是？能理解的话打个1啊，能够听懂这幅构图你就打个1。对啊，能听懂就打个1啊，这个很好理解，一减就出来，拿尺子左右两边一减。好，这个时候你看啊，我们来折一下，对吧？我刚才你看位置很好就找到，在这个地方呢，你看一折，你看是不是就在这儿？你看主花头20厘米，好，大约就在这儿。那这位置好找吧？轻而易举的就能找到了啊，是不是轻而易举的，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对不对？能听懂打个1啊，听明白给主播打个1，打起来。听明白给主播打个1，理解了吗？有点弄脏了，我这旁边我擦一下。好，这个时候请看啊，好，20厘米的花头。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画什么？画我们的一个包菜形的花头。那么注意了，首先画包菜形，我已经确定了这个花头这么大，花头这么大，这是第一步。然后呢，确定花心这么大，是不是这么大？然后确定方向，方向朝上，方向朝上。是不是这个位置你看就能找出来了？然后我们在中间花心的部位啊，在花心这个部位我点一个小点，当然我不能直接就贴着花心画呀，我得给它距离远一点咯。我是不是要让它距离稍微远一点点？我不能直接贴着花心画。好，那请看，稍微远一点点，在这边啊，在这儿，斜着往上，你看笔轻轻的啊，从这边你看，哎，点住，然后转过来，慢慢的转，是不是出来了一个花瓣？慢慢的给它转过来，是不是出来一个小瓣？补点我们的绿色，
补点我们的玫瑰红，红里边透着点绿啊，放一点玫瑰红，多来一点，放点曙红，对不对？一个主花瓣不就出来了吗？在这个围到圆心旁边，你看旁边，你看，哎，点住，是不是啊？旁边点一点，对，继续的啊，你看往旁边点一点，加一加，然后你看，按照我们之前教过的啊，你看，笔尖把空位给它遮挡住，你看点住，轻轻的转一下。轻轻的点过来，看见了吗？然后你看，慢一点，那是不是这个花瓣就成型了？对不对？完了，咱们在这笔里头就补点颜色呀，对吧？你时不时你看补点曙红，补点胭脂，但是绿色是不用补的啊。你看，用这个深色在这点住。点住给它点一点，把花瓣分一下，你看，好，旁边拖出来一个小瓣，粉粉嫩嫩的啊，拖出来一个小瓣，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的，继续加啊，继续加，放点绿色啊，慢慢多加点绿的，有点黄黄的，放一点玫瑰红，谢谢大家支持啊，放点玫瑰红，放少量的什么呀？曙红啊，曙红。这个时候你看下面这个花瓣不就叠起来了吗？我们继续往上加，一层一层的往上垒啊，往上垒。因为要确定花头大小，你看这个两层加完了，我们搁这一块啊再加一半，你看，笔尖轻轻的啊，你看，转一下，好，再转过去，对不对？转过去，你看。你慢一点，对不对？把花瓣给它，你看朝上给它，哎，分开了。轻轻的啊，朝上面，你看花瓣不就分开了吗？继续加啊，继续加。轻轻的推拉你的毛笔，推动它。下笔一定要轻啊，我下笔都很轻啊，不重，比较轻，我基本不重。太重的话，它没办法画啊，没办法画。然后你看，咱们呀，搁这个地方，你看，点住按一下，你看，小心翼翼的把这个花瓣给它，你看，哎，分一下，点住，再往上，看见了吗？往上慢慢给它分开，你看，好，再加一个小边，是不是一层一层的花瓣就分出来了？你看，又一层花瓣，然后咱这个旁边给它两个连在一起。让它们俩连在一起，你看这个花头的朝向不就有了吗？能理解吗？你觉得这个地方啊，你如果觉得这个地方颜色不够重，简单，你看，给它遮挡一遮挡不就好？遮挡在一起，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那么你看这一块的花头基本就形成了，它是呈什么形状？呈包裹在一起的状态吗？是不是包裹在一起了？这个包菜是不是包在一起？你看，接下来这个花往里边转。往里面转，放点绿色，补点绿色，笔尖蘸点清水，吸收点这个绿色。放点我们的玫瑰红，放点我们的曙红，然后继续的啊，你看晚上好，你看这个花头它两边一夹就出来了，然后夹到这个中间点，你看，点住，好，再一推。慢慢的推啊，对不对？慢慢的推。我的画法永远是随着学生们的需求去调整的，明白了吗？永远都是随着你们的需求去调整的。你看，小花瓣一层层往上叠，你们需要什么，老师就调整什么，这才是对一个 U 型的。晚上好，是不是？你看花瓣就往上叠。这个时候我们去调整一些小瓣，你看老师在这点住，好，笔尖边点边躺往上拉，然后笔提起来，对，边点边躺往上拉，然后笔提起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干嘛？
稍微加点什么，多放点绿色，放点黄，这种嫩黄的这个绿色。好，放一点我们的少量玫瑰红，让这个花头有点呈青色的质感。少量的玫瑰红，你看我玫瑰红放的比较少，就是另外一头放的多了一点，这边多这边少，你看它的颜色就有种高光的一个，你看朝里边，你看啊，笔尖轻轻的点住按一下，对吧？比较嫩黄的颜色出来了，对吧？持续性的，你看向里边点住叠加一下，偏黄色啊，它里边这个地方偏黄色，你看一绺一绺的，你看往上压，很自然的啊，一绺一绺的让它往里边去叠加，放点玫瑰红，放点曙红，持续性的。如果你看咱想偷个懒，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点住，你看一绺一绺的，你看往里边压进来，这样可以吗？我偷个懒，我不想在里边加那么多，是不是？你看这个花瓣不就出现了？好，你看朝这边也是一样，你看笔尖点住，轻轻的按一下，一半一半的给它分开。那你看基本上我们花头的大概的一些朝向和轮廓就完成了。你看我再多放点绿色，你看我多放点这个绿的啊，多放点绿，放一点玫瑰红，少量的玫瑰红。那你看基本花瓣的包裹状态就有了，你看朝下面这个地方点住，朝里边卷起来一下下，朝里边卷一点点，往上拉，对吧？朝里边这样笔尖这样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给它包裹起来啊，包裹起来。那你看是不是这样一片，就是这一块比较红一点，这块就比较绿呢？是不是比较绿？你看，放一点我们的玫瑰红，少量的曙红啊，这一块就会比较绿，看上去。然后呢，咱们朝这一边呀，用一个大瓣给它打住，你看，笔尖点在这儿，点住，轻轻的推，好，笔按下去，推，一笔，对不对？好，你看在这儿，笔尖点住，小小的推，分两步给它推到底，分两步给它推到底啊！你不要一步到位啊，一步到不了位的姐妹们，一步没有办法到位啊！你看，补一下也可以，是不是这边花瓣又出来了一个大瓣？好，我们继续加，放点咱这个绿色，多来一些啊！可喜欢这个绿了是吧？放点绿，然后你看接下来调色，放点胭脂。在这个里边放点胭脂啊，进入这个绿色。你看笔根处转一点什么？你看笔根处沾一点这个什么胭脂。好，再调玫瑰红，再调我们的曙红。这个技法听懂了吗？对，这个技法能听懂吗？对，我这样讲能听懂吗？笔根处沾一点这个胭脂，少量的啊，少量。好，你看外围缺口点一下，你看轻轻的点住，好，慢慢的笔呀往下按，然后大大的，好，慢慢的往上拉，按下去，看到了吗？对，它有个还好，它的颜色不是特别明，但是你看有一缕一缕的颜色，淡淡的出来了。咱不要一下给它加的太深，不要太深啊！你看，加一下。慢慢的来，不要突然一下非常突兀的就不美了啊，特别突兀的就不美了，记住了吗 ？OK， 你看，今天我们先画的是外围，就里边的花瓣还没画，我先画的是外围。继续的啊，继续，我呀再蘸一点什么？绿色，再翻点绿色啊，翻点绿色。你看，把这个给它挑出来一些，挑出来一些。用这个笔根，你看笔根处你多抹一点这个胭脂啊，要比较不均匀的，看见了吗？不均匀的状态，给它这样，你看
听懂了吗？不均匀的给它抹一点，然后蘸点玫瑰红，能听懂打个1啊，听懂的话就打个1，玫瑰红。好，放一点我们的曙红，啊，就不均匀的，你不要太均匀了，太均匀不美了，就很奇怪了啊，太硬那样的话。然后你看我呀，在这个地方呀，画一个非常小的小瓣，你看，点住，好，轻轻的给它，盖过来，轻轻的盖一笔啊，盖过来。好，第二步，蘸一点曙红，你看，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从上面好笔按下去。你看，再盖一笔，对不对？再往上，对，你看往上面盖一笔，慢慢的来，不着急。你看这个地方点住，轻轻的把这个笔，你看给它转过去。这个花斑不能太重啊，今天的晚上这个花斑不能太重，要淡一点，太重了就不好看了啊。好，玫瑰红、曙红蘸少量的胭脂，对吧？你看，然后这个小洞处，你看笔尖点住，给它遮一下，遮一下，再朝这一边给它再去遮一下，层层的去遮挡，一层层的遮挡啊。是吧？层层遮挡，记住了吗？你看是不是这样的花斑就出来了？层层遮挡，然后你看缺口处点住，往里边按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你看呈里边凹陷的一个粉色的花瓣就出来了。再蘸一点我们的曙红，你看边边上给它连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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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你看。花瓣外围先画上去，你先画外围没关系的啊。玫瑰红、曙红少量的胭脂，你看这边咱给它补的大一些，点住。好，你看边点，你看躺下，边滚，好边拉过来，是不是？你看外面淡淡的这一圈什么胭脂色就有了，对吧？淡淡的胭脂色就出来了，有点阴开是正常的，没事儿，让它阴好了，没事啊。有点阴不是正常的吗？是不是？然后你看啊，这个花的一个大瓣基本就出现了。然后我们来什么？进行一个小瓣的遮挡啊，笔蘸一点玫瑰红、曙红和胭脂，咱们进行一个小花瓣的遮挡。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怎么办？看笔尖对的这个地方，你看描一下，点住，往下拉。点住往下拉，记住了吗？小心一点啊！然后继续再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再蘸点胭脂。没事，你阴开了慢慢的没关系，慢慢的，你看这个地方点住，再朝里边再带一笔，都是小笔触，一笔一笔的往下带，直到你把它全部带动。我今天不是教过了吗？往下带就行，是不是？就一笔笔的往下带。然后你看。为了让整个花头，你看我们今天讲过，把它直接画到最大那一半，还记得吗？你看，点住，直接就给它加个大瓣就结束了，对吧？加个最大的瓣给它。你这小笔触你可以好的继续，你看这个时候呀，越来越优秀了啊！我们开始不断的加什么呀？加玫瑰红，看我把颜色加深了。深色就是按照我们昨天讲的啊，这个花头里边就是有深有浅，还记得吗？放点玫瑰红，放点曙红。就昨晚上讲的，我说花头里边要有深有浅的啊，不能是一个平色。好，放一下我们的曙红，放点胭脂。那你看我现在的这个颜色就变红了，是不是变红了？看这个里边的花瓣怎么画？笔尖啊，先点在这，点住，你看，边点，你看边按。边点边往下按，层层往下按。好，再蘸点胭脂。你看这里地方给它补一下，对吧？到下面这个地方，你看，点住，慢慢的，一半。
小心一点，你看加出一个什么深色的花瓣，再来啊，再来，笔啊，咱再蘸点什么玫瑰红，多放点玫瑰红，放点曙红，放点胭脂。你看旁边这个地方的花瓣也是一样，朝这个缺口处点住笔这样按下来，点住，你看笔按一下，慢慢的慢慢的推，你看拉过来，看见了吗？你慢慢的拉，不要着急啊，别想着我一口气画过来，结果画坏了啊！你看，对，我最近讲课的速度我放慢了很多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听懂。好，你看缺口处点住，对吧？花瓣朝下面给它翻转，继续的蘸一下。你看我这个地方的颜色都是越来越重的，放点我们的玫瑰红，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玫瑰红，你看它的立体感就比较容易呈现。多一点玫瑰红，越来越深的玫瑰红了啊，是不是它立体感慢慢就出来？就是它会随着我们的这个颜色加深啊，它会凸显一个向上翻起的一个造型能够出得来。沾点胭脂。好，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点住，按一下，你看，小一点。慢慢的推，慢慢的推，一半一半的啊，是的，是不是一半一半就出来了，就会比较好看啊，一半一半的啊，是不是啊？你看整一个花头的这个质感，添一下，添一下，是不是一个小花头？再继续蘸一点我们的胭脂，朝这个旁边这，你看。点住，往上，看这个花瓣怎么画，停，它是往旁边斜的这个花瓣，这个花瓣是往一边斜，你看，点住，朝这儿加一下。所以说你这花瓣啊，不是说一成不变啊，永远都是朝一侧斜，那不是的，是不是？朝一边斜啊。喜欢吗？这个花头啊，你看，勾勒一下，勾勒一下，对吧？往旁边给它斜一下，有什么诀窍吗？我每天在直播间画的东西，大家都是能看得见的呀。你看，点住小一点，你看往上面点，轻轻的边点边推，对吧？我基本上大家都能看得见，我调色都是在直播间镜头里边的啊，对不对？一半一半，你看往下面叠加一下。对吧？你看一个一个的小花瓣就呈现出来了啊。然后继续的啊，左右两侧咱们尽量以这种深色花瓣为主。你看，放点玫瑰红，放点曙红，放点胭脂，东西都是一样的啊，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好，我们继续的，你看，我们朝下面这个花瓣继续去添。旁边的这个花瓣可以往上举起来，往上举，你看，笔尖点住，轻轻的，轻轻的，看，好，向上，看见了吗？轻轻的举起来，底色，我直播间从来就是很少加水，我基本就是以补底色为主啊。对，你看，一直都是补的底色为主，姐妹啊，你看姐妹们，看这里。一半一半的向上卷起，对吧？每一个小瓣就是会向上卷起的，是的，颜色就会不一样。放一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啊，放点曙红和胭脂，然后你看我旁边这个花瓣也是因为也这个缺口，你看我点一下，好，向下斜一点点，慢慢的，你看向上揉，边揉你看边搓。就是提搓，颜料都是一样的，问题不在颜料上面，姐妹。对，我就是玛丽的，问题不在颜料上面，没关系，它什么都能用。
好，你看这边再补点胭脂，再补点胭脂，是不是出来？你看这个花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层次感啊，它就有了，是不是？再蘸一点，你看玫瑰红，多放点玫瑰红，放点我们的树，没有，用笔上是用笔上，不是手上。好，当我没说。对，你觉得？当我没说。对，当老师没说话啊，我什么也没说。你看笔尖点住啊，往上，哎，你看轻轻的推往旁边。你们这一下子讲的我好尴尬呀！你看花瓣往上推啊。同款的这个课程啊，在链接1里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呀，可以给大家一个活动价的啊，它是永久更新的，一直可以看的。直播间里任何的作品啊，全部在我这个课程里边能看得到。然后课程里有大幅的作品啊，比较多。然后这个课程是从基础到提高的，就是从零基础到提高是一系列都在里边，从简单到难的全部在里边。OK。下面这个旁边的花瓣再翻一下，它是简单到难就用一套就搞定了。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蘸点胭脂。然后课程有这个指导的啊，有教学指导。小号多多啊，用的是小号笔，小号的笔。你看这一边加一个大瓣就结束它。那么大瓣怎么画呢？你看好了，笔尖像我这样轻轻的点住，然后转一下，转一笔，你看转一笔，然后你看，哎。边转边推，边转边推，往上拉，边转边推。哎，好的。哎，我今天刚讲完一个群啊，刚讲完一个5群，你看补一下。刚讲完一个5群啊，那大家点蕊用的是勾线笔啊，那个链接里边的勾线笔。对，5号链接的中号笔，中号毛笔啊。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是可以的。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蘸一下我们的曙红，谢谢。对啊，要给你们不断的出精品啊，不能一直就画的那样子啊。你看点住，也要穿插简单的和难的。我觉得教学嘛，就应该是因材施教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学得快。我看了，哎呀，这个5群的姐妹们进步的可快呢。好，你看小瓣往上叠加，这5群的这个姐妹们进步的都蛮快了，4群的基本可以放飞了。好的，你看这样一个花头不就基本上一个折起来的造型不就有了吗？太喜欢这个花头了，喜欢就好。对，我的经典语录，喜欢就好啊。对，是的，继续的。至少就是趁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260还是比较优惠的哦，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哦。点一个小点点在上面，晚上好。完成啊！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就是什么比较大的啊，比较大，20厘米控制好了。接下来怎么办？你就蘸一点那啥，蘸一点这个玫瑰红，蘸一点曙红，拿少量的水分，拿少量的水，放点胭脂，放点胭脂啊。你看接下来怎么办？咱就把它的颜色涂起来。你看笔尖搁这点一下，往上按，这样会不会，姐妹们？你看，你会不会堵住啊？会不会这样去挤啊？会的话，你打个1喽。你看，你看我教的这个方法多简单啊！是不是给它包裹起来了？然后继续再蘸一点我们的胭脂啊，持续性你看小一点点，停顿一下，给它抠一下。对吧？一层层给对填空法，不要错过。是的，可以啊，能够刷到我就是缘分喽。你看这个小花瓣
一层层的给它折起来。像里边有些空位，你看很简单啊，你看用这个胭脂，你看轻轻的给它点一下，是不是？你看你的花瓣就是有包裹的这个质感了啊，简单呢。你有地方给点一点，你看。对啊，给它点一点，你看这个花头，谢谢我们管理员的一个支持。你看花头就成包裹状态，然后花芯给它加一加就行了，简单吗？你看加什么？比蘸这个玫瑰红，比蘸点。今天这个梦幻的粉色喜欢吗？蘸一点。这个粉色会吐吗？感觉看久了会吐吗？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啊。所以我们需要练习。南星，你这没交作业，我跟你说啊。对，你们有几个学生不要被我盯上，我会催作业的啊。蘸点盐，今天南星还没有交作业啊。蘸点胭脂，蘸点胭脂。然后你看，我们继续加啊。你看，笔尖轻轻的点住，往上按，你看，哎，推开啊，推开，往上推啊，往上推。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学生，你们都作业交起来。那这道课的意义在的，因为你画完放那也不知道自己画对不对，对不对？一半一半给它分开啊，分开。再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曙红和胭脂，谢谢。一半一半给它分开啊。所以我们这天气也是很潮了，这个纸真的是，哎呀，太潮了。半半的给一半半给它全部分开，谢谢。然后你看，朝这个小洞给它点住，好，再来。是不是这样简单吗？我觉得这样大家都会吧。我这个教的很简单哦，你看，轻轻的点住，你看点，要注意什么？用笔的点和按，你把它一点一按，它出来了，这个花瓣的质感就有了，它有提按的。是不是出来了？记住了吗？然后这边给它压一压，完成一个花头。你们这太干，我们这太潮了，很潮很潮啊 ！OK， 就完成了一个包菜啊，一个包菜型的花头，是你们喜欢的这种吗？啊，包菜型的花头就有了。欢迎我们家富贵在忙呢，富贵儿。OK， 然后把花心这个地方给它加起来。我们今天啊就是孔雀啊，是的呢。然后我继续的把这个花心给它加起来。花心是这个太白和三绿，加一个雌蕊，谢谢。没事，你慢慢来啊。今天哪几个人没交作业的呀？今天5群我说要30几个作业，才30几个作业，里边有100多个人呢。这个谁偷懒没有交作业的啊？然后继续的蘸一下这个，用点清水，作业交起来才会进步啊。蘸一下这个哦，抓紧了，抓紧，加点我们的啊。三绿加点我们的白色，还有谁没有交呀？加点我们的三绿啊，然后稍微给它吸收掉一点，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么快5万了是吗？一个花头画完就5万，你补交了是吧？补交我一会儿看，哎，补交我一会儿看，没事的啊。好的，谢谢。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花头是怎么画啊？来晚了，没事，放课里去啊，放课程里。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大家请看，咱这个花头啊，一定要你看，给它画出一个小五角星，你看，哎，点住，
从轻到重，你看这个地方，看见了吗？你看，往外啊，往外，往上给它拱起来，对吧？往上拱一下就好了。味道手绘，你交作业了吗？对，你今天交作业没有？大型催作业现场，好，点住。大型催作业现场，就你那些越是新同学啊，你就越要画。现在有人催你作业，对吧？往上翻，就尽量按照我们课程画，效果会好一点啊。大型作业催收现场，简单的给它调整一下。这个花头就是往一边走的，往一边走。OK， 这个花头就是这样子的，往上顶的，往上顶。谢谢。它这个花头是跟我们平时那个是不一样，它是往上顶的，所以你要把它这种向上翻起来的感觉给它做出来，对吧？向上翻的感觉给它做出来，你没有那种感觉，那搞不出那个味道。就是说它的一个翻起的这个质感会被它给破坏掉啊，理解了吗？你看这个中间点住啊，点住。我可不想画的好好的，因为这个花蕊没画，把它搞坏了啊。你看，轻轻的细一点，往里边折啊，往里边折，谢谢。点住，因为它的造型就是说，这个蕊它就是这样，它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大家有学过透视关系的你就明白的。你如果有学过透视关系，你就能看得懂它是一个什么？你看，理解了吗？OK。它就是那种往上顶这种感觉啊，往上顶的。好，顺势的啊，把花蕊一起点了，花蕊一起点了啊。喜欢主播的话点点赞就行。然后我这个蕊啊，要点的多一点，点少了不好看。其实点花蕊啊，也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啊。加点我们的黄色颜料。放点我们的藤黄，要学会透视关系。好，咱们把这个蕊啊给它画一下，慢慢的啊，再放一点我们的白色和藤黄，以白色和藤黄为主，就是以藤黄为主啊，藤黄为主。对，喜欢主播的话滚滚屏哦。好，你看这个时候蕊怎么点？往上，你看啊，怎么样才会把这个蕊的一个往上的感觉表达出来？你看，从这个地方轻轻的往上一个点，你看这个地方轻轻的往上一个点，看见了吗？谢谢你们的人气票。往上顶啊，你看这个地方小一点，往里边按，往里边按，你看，往下按，一段一段的往里边干，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基本上这样？你看我们这种力量是不是已经出来了？这个蕊的一个向里边包的这个力量，而且是什么？朝这边呢，往这个方向去的力量是不是出来了？能理解啊？接下来请看，我们把这个蕊开始叠加。蕊啊，加的大一点，慢一点加。你看，轻轻的顺着它，你看，注意花蕊的大小。注意什么？花蕊的花头配不花头左耳上的，不是。你尽量就是一节课一节课的去画，你不要去穿在一起，
对，但是它都是包菜，花头都是包菜。但是我这段时间我就讲讲包菜，因为快过年了啊，有一些姐妹们可能画的还不是特别好，但是包菜是比较容易好学的，出质感的。为了你们接下来的这个挂历可以画的好一点，我就这段时间给你们讲讲包菜，不然你以为我天天在这讲包菜干嘛呀？因为到时候要出挂历什么的，包菜是第一比较好接受，第二比较好学。蕊稍微大一点，厚实一点，漂亮。对，所以我就是给姐妹们啊，多给你们搞的这种包菜就比较简单咯。那你们到时候画挂历，那不是就比较得心应手，拿出来就是哎，没关系，我会画。是不是？你看这个蕊啊，向里边包裹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包点包菜了去。没有学，你按照老师给你指定的内容去就没有问题。那你一定要直播间跟的话，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了啊。你按照我给你指定的去学，没有问题的。好，再蘸一点我们的白色啊，白色。你看我们舞群的姐妹们应该就有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你们按照我给你们指定的课去学，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其实也不难？有没有发现？蘸一下我们的这个蕊，就舞群有几个是比较就是按照我指定的内容去学的这种，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好像我每天就是好像给你的课你都能完成？有没有这种感觉？作业反正能完成，能够拉得下来。包总，OK， 你看这个蕊啊点的比较密，下面这个地方再点一点点。OK， 这个花也就出来，它是一个，对，就能完成了，是的。你有笔蘸一下我们这个藤黄，少量的藤黄，加点3绿，晚上好，放点我们的3青。然后呢，放点花青，少量的花青，放点胭脂，少量的主要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你的用笔我跟大家说，你这个笔一定要拉起来。首先，我们根据这个花头的朝向，添加第一层叶。第一层叶怎么填？你看，朝这个地方你看，轻轻的点住，往上推，迅速向下扫。落笔的时候快，就像我今天讲作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你叶子画大一点不好吗？你还能少画几片，对不对？我还在跟大家说呢，我说你画大一点不香吗？你看，顺着这个边边，你看点住，往上走，你少画几片，你多舒服呀，对不对？你看，点住，你看折一下。是不是又一片叶子大花配大叶？是呀，你有的时候小花搞个大叶也可以，对吧？你看这个叶子大叶不乱，而且还特别清楚，你内容也不会比人家少，而且大叶你看只要你一半一半画的干干净净的，有什么问题？对不对？而且还特别润，人家说很鲜活的叶子很润，放点花青。放点胭脂，主要就是要润你看，咱这朝这一边，你看笔尖点住，往上挑一下，是不是？你来了，晚上好，姐妹。没关系对，是一样的，我基本用同一款笔笔是一样的。是不是一个叶子就出来了？朝向注意朝向。好，继续的放点藤黄、3绿、3青，少量的花青和胭脂，对吧？淡淡的，你看这种叶子，咱朝上面走，你看点住，下笔轻一点嘛，对不对？
你看，你们可以去猜不完，没事，有压力才有动力，姐妹，是不是？有压力才有动力。OK， 你看这个叶子又出来了。OK， 啊，你看这一块叶子处理的就是不多啊，不多，不要太多，这是第一层。然后继续的，我今天还在跟一个姐妹讲呢，我说你画叶子的时候呀，叶梗不要太粗，太粗就不好看了，对不对？我说叶梗太粗就不好看，那怎么办？这个花头在这儿，你看我基本会是从这一边给它这样折过来，从上面给它折下来。你看啊，笔尖轻轻的点住粗一点儿，好，细一点。对吧？给它细一点。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能开始加什么？这个叶子往这儿过来的时候，你看，点住停，慢慢的拉出一个什么呀？拉出一个径啊，拉出一个小径。啥小号？啥小号？我就是大号呀。小号笔是吗？是的，小号，最小号。对，啥小号？我懵掉了，有点。它就对，是的，是小号的毛笔。你看这个叶子啊，往下走，往下走。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叶儿，咱朝这边点住，哎，慢慢的往上拉，推开，稍微飘一点啊，稍微飘逸一点啊，飘逸一点，往上拉，推开，点住朝外，点住朝外面扫一笔。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点住停，往下，把这个叶子的一个前后穿插关系给它做出来。它这样你看，它就有什么那种叶子的穿插关系，理解了吗？点到这个叶柄里边去啊，能理解吧？点到叶柄里去。好，那你看这样一个花头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表达造型就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简单的添加它的一个第一层的一个主叶。好，笔尖的藤黄、三绿、三青，谢谢，沾一点花青，沾一点花青啊，你看多一点花青，因为你的花青慢慢加多之后，它就不带绿了，慢慢的不带变绿了，它就开始有点发蓝。好，放点胭脂，慢慢的它就不绿了，开始变蓝。那你看这下面的叶子我们怎么画呀？你看啊，这个地方的叶子我就搁这儿，你看笔尖轻轻的点一下，你看，哎，有点湿，好，对吧？轻轻的往下挪就行，你不用担心的，没事儿。对吧？一片，继续，持续性的啊，以什么非常多的水分去画叶子，记住水分一定要多啊，水分一定要多，水分少了就不好看了。看这里是一个叶子，然后呢，我们朝下面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叶子，点住往上。我发现我最近画的挺快的，你看这边加一个叶啊，对不对？又一个小叶子。好，旁边这个地方啊，咱们用这个，你看，是不是特别小啊？特别小啊？咋了？啊，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叶子，带点什么啊？你看，带点小尖尖，让它翘一点。来晚了，不晚不晚，好饭不怕晚。继续的蘸一下我们的三青，放点我们的花青，持续性的蘸一点我们的胭脂啊，持续性的去蘸胭脂。你看，咱们朝上边走，你看，点在这儿，笔尖轻轻的，你看点住，轻一点，哎，往上提按。注意一个用笔的提按，用笔的提按啊，
一定要注意的，用笔的提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你看这一边也是一样，你看笔尖点住，你看一块一块的给它，你看，哎，是不是啊？它就出来了呀。你看啊，有些叶子是复笔，就是朝这儿，你看复一下就很好看。你不需要再加一半，不需要加。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往上再叠加一半，往上再叠加一半。你这样表达出的这个叶子，它会比较真实一点，会比较真实。勾线笔啊，勾线笔用中号的啊，中号的，中的啊，你看点住折，对吧？你看你的叶子就是它会比较啊，因为实际情况下叶子它就是那样子的。其次就是你的叶子啊，用笔也得哎，你看有点翻转，叶子的一些用笔也要有翻转。继续的啊，笔蘸一下我们的三绿，这个时候我们来点变化，笔蘸一下我们的三绿、三青，笔多放点花青，这个时候颜色就越来越蓝喽，蓝色越来越蓝了。这么多人知道千字文啊，沾点胭脂啊，原来这么多人知道千字文。我现在打了个空调，我的这个纸就还好，一点。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啊，你看笔尖点一下，哎，看见了没有？加一片，加一片叶子啊，笑死了千字文，一片一片啊。然后你看朝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住，很重要。你的叶子的一些翻转，并不是说每片叶子就一定要连在一起的，那不是的啊。对吧？不是每一片叶子都一定要连在一起的，不用啊，姐妹们。OK， 叶子喜欢吗？你喜欢包菜，不喜欢叶子。好，再蘸一点我们的三绿、三青，加点花青。那你看，咱们这样的叶子就不多，少少的，你们一下就学会了。对吧？这样叶子又不多，你们是不是很快就能学会？好，一个小叶子完成。你看这一段，尤其是这个地方是关键，这个梗你可千万不要给它接上去，接着就不好看了啊！千万不要去衔接，衔接了这个就完蛋了，我跟你说，就绝对就不好看了。我皮一下，好，然后你看我下面再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啊。下面咱再给它，你看这个枝干给它衔接进来一个老干，其他地方简单的处理一下，蘸一下花青，放点胭脂。谢谢。你看我朝这个下边这一块啊，你看再点住，你看轻轻的推动它，叶子的它一些就是花头的翻转啊，它都是不太一样的。主要就是我跟大家说嘞，我们舞群的姐妹们其实就很有感触。一个就是我告诉你了，你需要去干嘛，你接下来要干嘛，明白了没有？这样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没有目的的，就很多人经常跟我说，我在直播间跟，我每天都画的不一样，怎么跟啊？没有方向的，没有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20厘米啊，20厘米，就是你每天都在那里跟，然后你没有方向呀，你就使劲的跟着我，结果跟到后面自己懵掉了。比较多这种情况啊，所以我就是说你们呢，有的那直播间要跟我不反对的，但是呢，你们日常里边画画呀，你交过来作业交上来之后，我不是会告诉你们吗？你接下来需要画什么，
对不对？需要画第几课？我不是经常这么讲吗？那你按照我的课去走，你放心好了，很快。那个5群几个姐姐，你们已经有1个月了，怎么回事？有一个姐姐画1个月画的很好了，已经。就我们那个有一个5群的班长姐姐叫红芝姐姐，就画的蛮好了，就很 OK 啊。她完全是按照我的套路走的啊，就是我跟她说要干嘛，她干嘛。好，我继续的啊。你看我这个下面再加一个页。对，我直播时间是不太固定。对，我直播时间是不太固定的，还有补交作业。OK， 我继续的啊。那写作业呢？太忙了，你可能这个姐姐可能太忙了，但不是懒得写作业。谁有时间不写作业啊？肯定都有时间写作业，就是太忙了，没办法。没事儿，慢慢来啊，慢慢来。下面加一点，就是你们尽量的都是按照指定的内容去学，我觉得效果会，它的一个课程的作用会发挥到非常大的一个效果。OK， 这个叶子，对，得到建议。好，我继续的啊，接下来我加一个这个叫枝干啊，老干。老干我用的是赭石加点墨汁，赭石加点轻微的墨汁。对，赭石加点轻微的墨汁，有些姐姐很优秀了。赭石加点墨汁。OK，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墨汁加赭石这个位置怎么画？你看这样进来，你看笔尖轻轻的点住，1、2、3、4，快速一扫就好了，扫快一点，扫快一点啊，擦一扫就进来喽。点一下，你看这个枝干就是向里边啊折进来啊，它是向里边折到一个枝干。向里边折进来的一个枝干就又出现了，然后我们继续画啊，继续就是我们下面这个部位啊，一定要给它多画点向上升的枝干，就如果这个枝干它不往上升就不好看，用稍微纸巾稍微给它吸掉一点啊，纸巾吸掉一点，你看一个向上升的枝干怎么画的？从这个地方点住往这走，你看啊，笔轻轻的。点加粗1、2、3、4，对吧？给它折起来，谢谢。稍微给它折一下，往上折，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往上折，然后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啊，停，点住，往上扫，注意你看你的伏笔往里边折的，对吧？往上给它挑上去，因为它有些枝干是尖尖的，它不全部是钝的。不全部都是钝的啊，然后往上面去延伸，对吧？往下加一点点，顺着这个枝干啊，你看，往下加一点点，加完之后，你看再蘸一点点我们的墨汁啊，从上面给它斜支上去，对吧？从上面给它写一个小枝，谢谢，借给你。会不会太吓人了？打包过去的话，太吓人了，我跟你说啊。然后你看我们下面一些老干是这样往下挑的，往下走，就是四面出枝法，这个叫四面出枝法。来看下面这个地方怎么画呢？你看，轻轻的笔，你看点住，1、2、3、4，注意逆推，注意用笔的逆推，四面出枝法。你看有的地方是啥？你看，点1、2、3、4、5往下面扫一下，今天能画完啊？放心，那孔雀几笔就画完的，几笔就画完了，孔雀也很快画，对，很快就画完的，谢谢。这个出枝法很重要。然后你看啊，多项的出枝，你看朝这个地方往外面扫，10点来得及，放心。对吧？往下扫起来，
下面这个旁边你看也是一样。OK， 出几个小枝子在下面，让我们的下面部位不要太空，不要太空。然后毛笔呢，你看再蘸点什么呀？藤黄、三绿、三青，还有我们的花青和胭脂。谢谢，蘸点胭脂可以为大家去生产这样的课程啊，我觉得很荣幸，很荣幸的。好，继续的把小叶子加一下，为大家去研究课程，我觉得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OK， 我们继续的，上面这个小叶呢，要怎么填啊？你看，注意啊，它这个地方不要给它填平了，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点住，往旁边给它拧过来啊，拧过来，继续的蘸一下花青，再蘸点胭脂。啊，我不知道，我直播时间有通知啊，我有通知的，是不是姐妹们？我今天真通知了，天地良心啊，今天真的通知了，谢谢。好，放点胭脂 ，BGM 吧。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叶儿，你看点住，往上，往上，对，往上蘸一下花青，蘸点胭脂。朝这一块给它碾上去，啊，一层层的向上碾。最近还是蛮负责的，我觉得受到班长们的鼓舞啊，因为我现在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有大家在支持我。OK， 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啊，要擦一下是吧？这个地方的叶子你可以多画一点，就是你稍微多画一点啊，没有，不至于。你看。颜色比较浅，看到没有？人家叫密不透风，这个叫密不透风，记住了吗？对，我给你配个音，擦，擦一下就过来了啊。这个地方稍微把它铺密一点啊，谢谢大家支持。这个地方我们铺密一点，然后我们下面啊再加点叶子，对，擦。再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画，藤黄、三绿、三青。不着急的，我画完我还能再画一个花头，画一个小一点微开的就可以。再放点三绿、三青，放点胭脂。这个时候你看角落里的这个例子，你看，哎，小小的一个小叶子，这叫腐叶啊，腐叶，完成一片。这是调平的，4齿调平。上面还有只孔雀，有只孔雀在上面。好，下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啊，持续性的，你看叶子呀往下加，你这样画出来，这个就不会显得很空啊，它这样就不会很空。放点花青，放点胭脂，它这样就不空了。你不空的话，它画起来就比较好看。笔尖点住一下，哎，2下。再放点三绿、三青，放点胭脂，持续性的啊！你看，在这边点住一个小笔触。对啊，基本上我直播间的所有的内容我都是会放到课里去，不喜欢吗？一片一片小叶子，对啊，直播间里边的话你不喜欢吗？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和胭脂啊，持续性的给它叠加。你看这个边边上，你看。好，你看我川笔大的，对吧？它有些叶子呀是藏在里边的，藏在我们这个后边，所以你下笔要稍轻一些，不要太重了啊，稍微轻一点，不要太重。喜欢主播的话就关注一下啊，谢谢。对，因为这个课程它是一直在更新的呀，它是一直在更新中的，就是里边内容很多。OK， 你看这一片小叶子就是藏在这个下边，你看遮挡一下，以清水为主。你看我这边叶子都是颜色比较淡，非常非常的轻，就不重啊，不要太重。然后笔蘸一点啥？藤黄，笔多放点藤黄，然后再蘸点我们的曙红，
谢谢，蘸一点我们的曙红，藤黄蘸点曙红啊。然后你看，我们去加一些什么？加一些它的小芽，你看，小小的不大啊。这个芽它比较小，你芽如果加的很大，它反而不好看，它红了，因为对吧？你看这个，对吧？小小的，用的是链接，链接四的小笔，链接四小笔，好，再蘸点藤黄和曙红，你看，那么我们下面这个位置就画好了，然后到上面这里，请看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这儿，看见了吗？需要加一片，这个地方是细节，姐妹们，还没开始画，作业我都在催了，跟你说啊，你看细节很重要，谢谢。你看，有一些一定它是比较细节的地方。一定要去加，你加完之后，它的细节就会比较。我用是小号啊，小笔，小号的，你看这个地方，点住，小一点。OK， 那你看这个牡丹，我们基本就完成了，可以截个图。我上面是孔雀，上面还有一枝花的啊，你们截个图。先截个图，我拿起来你们截图吧，然后好，请看，我们接下来画的这个枝干啊，你看颜色都是比较浅，因为我们有句话叫近大远小，近实远虚嘛，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画的这个内容啊，它是属于比较虚的内容，那么虚的那个东西该怎么画啊？谢谢，没慢的是吧？好，还好，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从中间这里啊。从中间往外扫，请看，笔尖，你看，点住，折1、2、3、4、5，落笔快一点，中间给它折几段啊，然后你看反向的啊，给它这样点住，好，1、2、擦，往下扫，一个什么枝干就出来了，补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毛笔啊捻成什么状？干笔散锋状啊，蘸一下我们的墨汁，你看比较浓的，你看干笔散锋状就这种状态，你看啊，轻轻的，看到了吗？加出这种肌理感。当然，如果叫你们画出这个肌理是比较难咯，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呢，我采用的是什么？你看辅助法，用色的辅助，采用的是一个用色的辅助法啊，去帮助大家加出一个枝干出来，慢慢的加。好，再蘸点墨汁啊，持续性的把枝干给它翻出来，点住，你看1、2、3，对吧？往上给它拉出来，这是4齿调平的姐妹们啊。然后你看我继续的往下面加，干一点，你看，点住1、2、3、4，你看它有，因为这个毛笔是散锋的啊，所以它下面那个地方它有一个细节，你们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的，看到了吗？因为我们是呈散锋状，所以可以拉出这种细节出来啊，理解就好。让它衔接进去啊，不是很固定，不好意思，对吧？你看，把一些比较虚的东西表达在后面，比较虚的。然后我这边呢需要加点叶子什么的，我就先留着；需要加点叶子就先留着。对吧？加一些比较干的啊，你猜我想画什么？大家肯定是希望我画牡丹咯，对吧？你看这个地方朝上面给它折一下，
你看把这种比较干枯的这个树枝放到上面，不是紫藤，对，不加紫藤，这大家都是希望我画牡丹的呀。我简单的把这个地方给它调整一下，就是它会有穿插花头和这个整体的穿插一下，因为这个布局很重要。然后我的花头画到这个地方，这里画一个小小的微开的这种花头啊，看这里。首先我把毛笔清洗干净了啊，笔蘸白色颜料，纯白色，笔蘸纯白色颜料，微开的一个花头。请看，第一步蘸什么颜色？蘸这个绿色，蘸点绿色。第一步要蘸绿色啊，先蘸点绿的。谢谢，没卡呀，绿色，多放点绿，调的绿一点啊。然后呢，蘸点玫瑰红。对，还是牡丹，只是说它的有些出枝呀1/4，我也想啊，你看啊，出枝有点不一样，只不过那上面有些牡丹的一个枯枝在上面而已。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少量的胭脂。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花头是怎么画的啊？你看我在上面，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小花头，大概这么大。请看这个花头，稍微的朦胧一点，看见了没有？绿色是藤黄加上花青调的啊，稍微朦胧一点啊。这个地方的花，你给它画的稍朦胧一些。你看，继续的笔尖点住。往上遮挡啊，往上遮挡，持续性的一层层遮挡，你看，对吧？持续性的层层遮挡，就像我刚才教过，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小的包菜，这不是一个大包菜，它是个小包菜，你看，折上去。对吧？朝上面折啊，一层层向上折。你看刚才我教过大家的，层层的向上折，要怎么折呀？你看，对吧？往里边叠加，小包粽，看到了吗？向里边层层叠加。你看这个地方，点住，是不是这样就出来了？好吧。你看啊，然后我们在这一边，你看笔尖点住，你看我们来塑造点什么？因为我只要加这种缺口，就有机会加什么？就有机会加翻瓣，对不对？只要我加了这种带线条的缺口，我呢就有机会给它加翻瓣。然后呀，我再蘸一点玫瑰红。蘸一点我们的曙红，放点胭脂，然后我们持续性的把这个花瓣，你看也是一样，先加上面的瓣，先加一个上面的花瓣啊，然后呢继续加啊。喜欢主播的话，能不能帮老师点点赞？谢谢。哎，又来一个小瓣，一瓣瓣的加。慢慢的推过去，一瓣瓣给它推出来一个大瓣啊。持续性的给它，你看往上翻，向下可以带动一下，
现在可以带动一下，谢谢。然后你看，我再继续的持续性的啊，去把花瓣给它叠加起来，要朦胧一点哦。少量的曙红和胭脂啊，都是比较朦胧的一个质感。你看，朝这一边点住小一点。说这边花瓣就比较小，反正不要画大了就对了啊，不要把它画大了就对了。你看。OK， 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啊，朝里边斜的质感就来了。多放一点我们的绿色、玫瑰红、曙红，其实你能把它围在一起啊，也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把它堆起来就好了哦。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朝下面点一下，好，对吧？就比较简单。就是它是往下斜的这种花头都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加一个大的花瓣，直接给它结束掉，多放点绿色，放点玫瑰红、曙红和胭脂啊。你看这个花瓣，咱们是这样的，滚过来啊，轻轻的滚一滚。全部给它斜过来，一层一层的，你看给它包裹起来。旁边这里呢，再加一点。OK， 然后我们用深色的胭脂啊，遮挡一下，把里边遮挡一下，然后放点我们的玫瑰红、曙红和胭脂，去叠加我们你看这个地方的，你看像我这样拉，记住了吗？去拉起来，花瓣往上去点就行，它点在一起。放点胭脂，你看这个小洞给它勾勒一下，完成啊，又一个花头。这个花头就会比较简单一点，比刚才这个要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点。然后呢，把叶子啊也给它添加一下啊，添加几片小叶子。所以我说，放心好了，我能画完的。放一点我们的啊，对，要有主次啊，不卡呀。放一点三绿三青，放一点花青，还好啦，不是很卡哦。然后你看，10点半啦，没事儿，能来得及。你看这个地方，轻轻的啊，点一些叶子下来。我们管理员是早睡了吗？我们火凤小哥哥是已经睡觉了吗？看到没有？这个叶子是比较小的啊，不着急，没事。对，你看这个叶子啊，小小的，这课得讲清楚的啊。你看小小一个小叶，这个地方啊，你看，再来一片叶，一组一组的这个叶子，你看穿插一下，对吧？你看这个叶子是朝下的。这个地方啊是朝下的孔雀呀，孔雀就在这个花上面，它在花上面，这孔雀简单的，一下就画好了。花青，好，再来点胭脂，啊，这孔雀简单，放心。
你看这边的叶子是这样的，点住，往下来一点，侧过来去。没事儿。OK， 这个叶子是朝下面的啊，要有主次，知道吗？一定要有主次的。然后画这边啊，画这个地方。好，我们把这个孔雀加一下啊，孔雀画到这个上面，对，它要有，我们画画的时候要有一个主次。好，接下来请看孔雀是怎么画的啊？拿出一支小楷笔，然后拿点墨汁，你拿点浓的墨汁就行啊。你看，比较浓的墨汁，这是调平，4尺调平，多放点墨汁啊。对，有时候我们画画要讲主次的。我来教你们一个孔雀的比较简单的画法，好吧？蘸一下白色。我教你们一个孔雀的一个简单画法，不要着急，不怕熬夜。你看我们如何在画很多人就画孔雀就会想到丝毛，就很头疼啊。来看这里，首先呀，咱把这孔雀嘴巴画出来。给它稍微画细一点啊，然后是眼睛，一般是对着这个嘴巴上面的。好，然后基本上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你看这个眼睛，左边点一下，右边点一下，把眼睛啊点出来。这个丝毛都是，准确的说，丝毛你只要有一支笔呀，你可以不用学了，你直接有一支笔，你就能画孔雀，知道吗？孔雀翎上面，我们写意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什么丝毛的东西的，现代画法就是工笔里边丝的会比较多，加上这个丝毛又是最简单的一个技法嘛，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拿来教一些小白，就会拿它来把它给分享给大家，知道吗？把轮廓先勾出来。孔雀的身体的轮廓先勾出来，它是需要撕的，没有错呀。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能点出来，我干嘛要去撕呢？有道理吧，姐妹们？对吧？往上走就行，别着急，没有画完。对，就最好可以不要丝毛咯，丝毛很郁闷的。我简单的把这些那轮廓给大家先画出来，你看，轮廓感跟你们表达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基本上这是孔雀的一个造型，就是宣纸啊，孔雀造型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接下来你看，拿一支大毛笔往上扫，我们画叶子的这个毛笔，我们用的这个画叶子的毛笔啊，首先我们把这个孔雀的脖子啊先去涂一遍。孔雀的脖子的第一遍颜色是藤黄，孔雀的脖子的第一遍颜色是藤黄，藤黄颜色比较干啊，藤黄颜色比较干。看这里，第一遍颜色。我们也可以不丝毛，通过颜色的堆叠，从而呈现出它有一个什么前后关系，听懂了吗？就通过来堆颜色。一般藤黄就是画鸟类的话，一般以藤黄作为底色是比较多的。对吧？一般情况下堆低层藤黄，以藤黄作为底色去堆的是比较多的。好，干的丝啊，第二层三绿，也是干的。
你不要湿哒哒的，湿哒哒的就估计坏了，它会阴开。用3氯去干丝。开始，你看这个颜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是不是？它有的地方比较绿，简单好学。对啊，写意嘛，你又不是画工笔，对不对，姐妹们？你不是画工笔的呀，你要画工笔的话，那那还要刻画的更细致的啊，那有道理吧，对不对？所以我说不用害怕画孔雀有多难啊。好，然后第3步，孔雀蓝或者太青蓝。如果你有孔雀蓝就最好了，没有就用太青蓝。拿出孔雀蓝啊，这孔雀蓝已经坏了。如果你有孔雀蓝就最好，没有就用太青蓝，影响不大。就是如果你有孔雀蓝，你就用孔雀蓝；没有就用太青蓝也行。也是干丝，请看。所以你这个就是干着往上擦，干擦，你不要湿。我还是说了，不要湿着擦。看到了吗？它的颜色就出来了呀。
对，这孔雀还不容易吗？姐妹们，你看，它里边透着点蓝，透着点绿，它本来就是孔雀，它本来就是毛呀。你不厚怎么可以把它这个毛给它铺出来呢？它里边就是一层层的毛呀。对，能听懂吗？它里边就是层层的毛。像有的人喜欢用什么？有的人喜欢用墨把它涂黑。对，有的家人喜欢用墨给它涂黑。那我觉得用墨涂黑家人们会控制不了，你可能给它阴开了啊。所以呢，我就采用这个方法。你给我叠，就家人们你们去叠色呗，对不对？去叠，叠出来质感也是一样的呀。OK， 完成。啊，完成了。好，完成啊。然后上面那个地方淋雨这个地方呀，哎，我们呀先蘸一点这个写意嘛啊，你看蘸一点这个孔雀蓝，在头部你看像这样点一下就好了，点一下啊，简单好看，哈哈，主要是简单，主要是简单。我很诚实的，它就是简单，对不对？然后我们加一下下面这个翅膀的位置啊，翅膀是怎么画的？我翅膀这个地方用墨画。首先笔蘸一点我们的墨汁，这是白色啊，白色，你看，笔放一点墨，白颜料，笔放一点墨汁儿，笔尖加一点墨，一口气，谢谢。已经有10点，哇，最近这个点赞很高哎。你看，接下来这个翅膀是怎么画的啊？就简单一点，大家不用去搞得很复杂啊，不用搞得太复杂。你看这个笔，你看好了啊，笔尖从外向内点，看见了吗？再来，你看，点住，简单吧？所以我刚才我说不要着急，就跟画这个花瓣一样，向里边加。你看啊，这个外面你看小一点，不就有了吗？对，对，就是让你们好画一点，简单一点。然后你看另外一边怎么画，点住，点住，点住，补一下，补一下，看到了吗？逗你玩是真的啊。然后你看第二步怎么画啊？第二步，咱们要再蘸一点这个啊墨汁儿，多点水分啊。你看，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撕成什么样的毛。你不是说你画要那是画工笔。你看我们继续的再加，你看这个时候怎么画啊？你看也是一样，笔尖在这点住，擦擦扫进来，向里边啊，我给你配个音啊。你看点住擦擦，对吧？去扫，控制好你的用笔，戳戳戳。你看点住擦，对吧？向里边扫，把这个羽毛的这个质感和条理给它理顺了啊。我给你配个音啊，别急，擦，对吧？你看这个翅膀你喜欢吗？比较简单，是不是很简单？你看这个地方加长一点啊，擦擦擦擦，是不是？翅膀向里边戳就出来了啊。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住向内，你就说羽毛它是不是应该这样啊？擦不好放心，你能擦好，你要相信自己。你看，这应该是写意的正确打开方式才对嘛，对不对？又不是说跟大家在这里啊，又我可没说画工笔啊，我没说画工笔，姐妹们啊。OK， 有的时候吧，我们画东西啦，就是你要把它给弄得精神一点，
这个眼神要凌厉一点。好，翅膀就画好了。然后呢，我们画一下什么棕色的这个，棕色加点淡墨啊，再擦两下。你看，笔蘸一下我们这个赭石，放点胭脂，赭石加胭脂，看见了吗？赭石加胭脂去调。啊，你看，嘴巴鼓鼓的。叫帅气。好，放点胭脂，少量的墨汁啊，少量墨汁。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啊，这样帅帅的，跟你说啊，你看这个地方，向下面去扫，向下面去扫，知道吧？把它扫出来，多放点赭石，少放点胭脂啊。多放点赭石，少放点胭脂，叫帅气。放点赭石啊和胭脂。你看我们下面这个毛啊还没有画完，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要知道它这个被粘到一起的感觉它就出来了啊。好，继续的朝这个下面走。你看下面这个毛怎么画？你看啊，笔尖轻轻的点一下，你看向外一下，一笔一笔，就跟画那什么，你看是不是？你看毛笔是侧着的啊，侧着的。好，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往下面去扫啊，往下去扫。继续的朝这边，对吧？一层一层的向里边走。喜欢的话可以点点赞啊，对，喜欢主播的话点点赞就好了。支持我的话点点赞就可以啊。你看，哎，往里边加，向里边扫进来啊，扫进来。4齿调平啊，4齿调平。协议手法，对啊，这就是在这个就是正儿八经跟你们写意呢。你看往里边给它勾勒一下花纹。好，翅膀给它叠加出来啊，叠加出来。对，毛笔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啊，毛笔蘸点墨汁，稍微吸干一点墨水。对，酷酷的。你要说酷酷的啊，你看，继续的，朝里边走，你看啊，给它这样。对吧？加出一些，这个不是尾巴，这是翅膀，姐妹啊，这个是人家的翅膀啊，都不是尾巴啊。对，它不是翅膀，它是尾巴啊。杨迪，我竟然不知道谁是杨迪。向里边扫一点点。杨迪，我不知道哎。好，继续的啊，继续的。我刚刚看这个姐姐好像之前没有怎么活跃，你是刚进来的吗？我不知道，这姐应该是刚进来的哦。来看这边，加一个小尾巴。对，我觉得跟这个姐姐差不多啦。继续的
啊，加一个小小的羽毛，持续的往上走，往上走，我竟然不知道哎，孤陋寡闻了。OK， 这个羽毛稍微加一下，从这里点住往下拉，拉上去，一根就够了啊。然后你看，简单的给它稍微加一下。然后你看，我们简单的啊，加上你看往上面再扫一下。对，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点这个，加一点这个深色的。它青蓝或者花青都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对，我都不知道，我不怎么看哦，蘸一点花青，没看过，少量的花青在里边，这个真是难到我了，我真没看过。然后我继续的再蘸一点什么呀？少量的藤黄。少量的藤黄啊，一点点藤黄，少量的藤黄，那个还好啦，那个太搞笑了，跟你说。这个尾巴比较少啊，尾巴比较少，一点点就好了，少量的藤黄，一点点。OK， 藤黄，然后再放点啥？放点我们的三绿。其实你用三绿去撕，它就会有种绿绿的质感。还是加几个毛给你啊，给你加几个毛，继续的在里边撕一下这个绿色。一层层的去加。开下空调好热，是的，姐妹把空调开一下好吗？好热啊，是这样子的。好，再放一点我们的什么孔雀蓝啊，孔雀蓝，少量的孔雀蓝啊，也是干的，我基本喜欢干的去撕啊，你看。干丝就好，淡淡的干丝会啊。然后呢，轻轻的啊，对，往看往旁边再扫，淡淡的啊，一个蓝色出来了。持续性的啊，再给它叠加一下，稍微颜色慢慢的加重，放点我们的啊，太青蓝，再来一点，稍微加重一点这个颜色。11点了，不要着急，能画得完，放心好了。用三绿和三青去点一下这个地方。
最后藤黄加一点我们的藤黄加一点我们的碳青蓝，调成绿色，加最后一层。好，这样就可以了啊。OK， 完成。7天打卡。然后我这个地方点点那种橄榄绿或者是刚才我们你看刚才画这个剩下的这个绿色一点点画完了已经一点点。然后你看我们把毛笔稍微吸干掉，你看在这里点一下就好了稍微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完成。然后呢，把眼睛和嘴巴染一下色嘴巴染上这种淡淡的黄色。染一层淡淡的黄色，然后继续的下面这个地方你看也给它染起来。蘸一点这种红色，你看，把嘴巴尖尖上染的稍微深色一点，嘴巴稍微染深色一点，然后就是我们的眼睛部位眼睛部位，点一下这个蓝色孔雀蓝，你看点到它周边。比较碎的把眼线的位置给它调整出来，看见了吧？把眼线的位置最后再调整调整，然后笔蘸一下我们这个，把这淋雨这一块，你看，加密，它是一撮这是一撮的。上面那个地方就加的是一撮完成。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南天虹是个啥，我也不清楚。这个勾线你不喜欢，那你要画啥？你要直接画上去的吗？直接画上去也可以。好，然后你看我们呢把这个是这个在我们这叫天竺是吗？是不是我们这边的天竺笔蘸一下白色颜料，拿一点绿色白颜料加点绿色，看到了吗？绿色的笔尖朝里边白色蘸的是绿色，绿色朝里边，是的。笔尖绿色对着里边对面听到我玉安姐姐，你看，绿色对着里边勾不好回一堆，不会，这个简单的很好勾。
对吧？拿点绿色加里边，然后你看我们继续的白色，蘸点粉红色，少量的调成粉色。天竺我们这就有啊，这是粉色啊，粉红色。让它俩连接在一起啊。比较透的一个颜色会比较好看一点。是吧？你看这个，对呀。完成啊，淡色系的，淡色系的。然后把花蕊点一下，我们就画好啦。花蕊点一下啊，还有个石头没画，忘记了，忘记画石头了。石头很简单的啊，蘸一点我们的墨汁，蘸一点墨汁啊，蘸点墨汁。这个地方你看，从这个孔雀它的下面，看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从下面这里出来的，从下面这里出来，然后你看啊，直接给它这样一溜出来，然后你看折一下，简单吧？对吧？给它直接这样夹起来。对啊，我经常不是我这段时间说最多的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我说快过年了，让你们画的你看内容要丰富一点，喜庆一点，对吧？让大家画内容喜庆一点，丰富一点，最简单。对，完成了。好，蘸一点我们的这个啊浓墨，吸收掉一点，不染色，它就是这样子的。不染色，就这样就可以，啊，放的，同款课程在链接一啊，链接一，大家去看一下啊，对吧？随便加几笔，最难画就是对下面这个花头，孔雀也是简单的啊。笔蘸一点我们的墨汁啊，你看，点点苔啊，点点苔，还好啦，把花蕊点上就结束了。花蕊是3绿，太白和我们的一个3绿去画。猫猫睡觉了，醒了都已经，一觉睡醒了，就方便你们完成作业嘛。好看就行了，不要在意它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就是讲包菜，各种各样造型的包菜，全开的包菜，半开的包菜啊，对吧？咱们就讲各种各样的包菜，啊，就包啊，包就完事儿。有点白，你要把它拿起来看，你就知道了，不要着急。对，你要把它拿起来看，蘸一下我们这个啊，呵呵，你放在那平常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藤黄，你看这个蕊啊，1、2、
我还在想呢，我在想课程是不是要价格又因为快满300节了，我又要调整一下。一段一段的去走啊，好像快满300节了，后面精品课好多呢，我觉得，再调整一下。超叔为谁啊？调杯没这么辛苦啊。好的呢，好呀，因为差不多已经快那什么了，快300节课了。OK，完成，用最少的笔触去完成它啊，最少的笔触，最能偷的懒，加点我们的胭脂，胭脂蘸点我们的墨水啊。12，没有，我这个是不动的，这个是主推课，不动的，一样的。12只会把价格提上去，然后再提上去，然后按299拍。就它提上去了，只会按照299再去拍掉。现在是299按260拍，是这样子的。我主推课是不动的，我动了，那其他的学员肯定有想法呀。主推课不动，就会有什么宣纸啊什么的，可能都有，但是主推课是不动的。就到时候也是提了之后，提完之后再往下走，这样子的感觉。我很诚实的啊。报过来，稍等一下。可以啊，基础课是不跟的。对，那个时候不是40几块钱吗？是不跟了，你可以跟我换。可以跟我换，你觉得基础课学的怎么样？你觉得如果还可以的话，你就跟我换就行。管理员在的，找一下他就可以啊。对啊，是的，就是12的价，它就只会是299，不会是260。12或者往后的价只会是299，不会是260的。就是这一段基本都是260这样子，然后就涨。我一开始是，先涨一点，再就是比如说299，然后我就260这样子。好，我继续的。可以，对你换就行。对，我当时说了可以换的就可以换的，是可以换，80多拍的都可以换。给管理员提供一下那个什么就行。然后你们就跟着这个提高就行，这个没关系的，跟着提高就行。因为主推课是这个，我也是比较那个，主推课我确实是不动的。好的，谢谢，谢谢清水悠悠，我的羊底版的孔雀喜欢吗？羊底版的孔雀。我一会儿去了解一下。我说实话，我真的这两天是确实我一直没有看过综艺，我也不太喜欢看综艺。对，就是你讲的这个，我确实有点不太理解，就不认识他。好的，我拿起来大家截个图啊。